好，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理查老师，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、脸书还有 Instagram，跟我一起学习中文。好，各位同学有听到我的声音吗？因为老师现在在测试耳机的麦克风，所以大家现在听老师的声音清楚吗？如果老师的声音很清楚，请你告诉我，老师，你的声音很清楚啊，我在测试 test 测试我的耳机啊，耳机上面有新的麦克风，所以我不确定你们能不能够清楚的听到我的声音啊。好，测试啊，好，我的声音清楚吗？如果我的声音清楚的话，请告诉我。啊，这个春娇说：“老师，你的声音很清楚，太棒了。”好，那今天老师用的不是我的麦克风，我用的是我耳机上的麦克风，不是用这个麦克风啊，所以我想测试一下。好，那你们都说声音很清楚，太好了。好的，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5集的词汇。好，那么我们先来练习中文的数字。今天理查老师跑了几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看得到吗？好，今天老师跑了，再看一遍哦，9019，中文要怎么说？9019，9019，9019。对，我今天在测试新买，不是新买的，这个是我哥哥的蓝牙耳机，不是新买的。不过我想试试看它好不好用啊。好，9019中文要怎么说呢？好，老师也跟同学们打招呼，秀珍欢迎，蓝墨，还有 Alexander 欢迎，新中，还有 Benny，哦，乔马好久不见了，你很多天没来了。Hardway 裴静。好，还有这位同学，欢迎啊。好的，清楚，谢谢啊。好，9019，对吗？好，大家再试试看啊。9019步，答对了。9019，好，这边有很多人都答错了，对不对？不是9019，是9019步啊。9019步。Hello KTH，Hello 佩霞。雪梨，欢迎啊，9019，答对了，9019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上课吧。今天我们来学习3个词汇。好，请跟我念一遍：高大，高大。第2个词汇，高度，高度。第3个词汇，女生会穿的高跟鞋，高跟鞋。今天我们主要来讨论高大这个词汇啊。好，高大就是很简单，高就是 tall，大就是 big。一般来讲哦，高大的意思就是又高又大，好简单，对不对？不过你们在用这个词汇的时候，请你注意，特别用在建筑或者是人的身材。所以如果乔马很高，然后也很壮，我可以说乔马很高大，高大的乔马。好，比如说你到了这个一个城市，看到了一个很高的建筑物，很高的大楼，啊，这个楼很高大，高大的楼啊，或者是门，有些门很大，对不对？有些城门、城墙又高又大，可以很多人一起通过，那你就可以用高大来形容。所以建筑物或人的身材都可以用高大来形容啊。好，一般来讲啊，我们不会用高大去形容数量，不会啊，你不能说哇这些钱好高大，不行，一般是它的大小，一定要很大。我觉得，我觉得高大这个形容词，你一定会抬头去看这个东西哦，所以特别注意，高大来讲，一般
你可能需要抬头，你才会觉得这个东西很高大，哇，这种感觉啊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例句。这面城墙高大雄伟，令人震撼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城墙啊，如果你到中国去，有一些比较古老的城市啊，它会有城墙，像西安啦、北京啦，你都会看到城墙啊。然后这个城墙很高很大，你可以说这面城墙很高大。好，OK。那雄伟啊，雄伟表示你觉得它很壮观，哇。通常有些建筑物很大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它很雄伟啊，雄伟会让你觉得哇很大、很惊叹啊、很震撼哇，你会觉得哇哦这种感觉就震撼哇哦啊。好，OK，好的，这面城墙高大雄伟，令人震撼。好，OK，我们再看一下高大这个形容词，一般来说是形容人的身材又高又壮啊，所以一般来说男性吧，通常高大是形容男性。老师可不可以形容女生？可以。如果这个女生真的很高，有一些女生她喜欢打篮球，对不对？她很高，有些女生也很壮，很壮的感觉啊。你也可以用高大形容女生，比较少啊，一般都是形容男生比较多。好，那么我们会说高大壮硕啊，所以你会发现高大通常可以跟另外一个形容词放在一起。高大壮硕，这个就是用来形容男生了，不会用来形容女生。壮硕就是壮的意思啊，所以这个人这个男生很高，有肌肉哈，肌肉很大，壮硕。好，OK，好的，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句子哦，高大，很适合人，壮硕的。好，各位同学，请问我们还有打篮球。好，高大其实不是说不能形容女生，只是高大的女生比较少。如果真的有高大的女生，可以，没问题啊。好，高大壮硕的人很适合打篮球，很棒。高大壮硕的人很适合打篮球，对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比较高，啊、你灌篮比较容易哦，灌篮。你们知道什么叫灌篮吗？灌篮哦，灌篮就是把篮球丢到篮筐里面去，这个叫灌篮。所以，如果你身高比较高，你比较容易灌篮，会比较容易灌篮。高大壮硕的人很适合打篮球，答对了。好，高大壮硕的人，高大壮硕的人很适合打篮球。好，灌篮啊，对对对，slam dunk，没错，灌篮。啊，日本有一个漫画叫《灌篮高手》，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？它的英文也是 slam dunk 啊，OK，slam dunk，灌篮啊。好，你们喜欢打篮球吗？很多人很喜欢打篮球，也很喜欢看美国的 NBA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OK，我们看一下第二个，高大可以用来形容建筑物。好，我们一样，这个形容词可以记起来，高大雄伟。高大雄伟一般不形容人，如果你要形容人，你可以用高大壮硕。如果你要形容建筑物，请你用高大雄伟。你可以用高大就好，可以用高大。你也可以说高大雄伟 （tall and majestic）。高大雄伟。好，OK，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高大教堂 （church），记起来 ，church 教堂。这座雄伟的，好，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好，什么叫教堂？教堂一般是基督教或天主教的建筑，我们叫做教堂。如果是伊斯兰教的话，我们会说清真寺，对不对？清真寺。如果是佛教的话，我们一般会说寺庙或佛寺。
一般如果是佛教的话，我们会说寺庙，道教也会说寺庙。那伊斯兰教的话 ，mosque 叫清真寺，清真寺。这座高大雄伟的教堂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，表示它建成建好100多年了。好，答对了，很好。这座高大雄伟的教堂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好，答对了，非常好。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用法记起来，什么什么已经有多久的历史了？比如说，这栋大楼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。好，你可以说美国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。美国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，可以表示这个国家或这个建筑物盖好已经有多久的时间了啊？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这座应该要先说这座高大雄伟的教堂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对了，很好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。那高大除了形容人的身材、建筑之外，也可以形容树或者是山好，所以一般来说树很高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抬头看，高大一般都用在你要抬起头看的。好，你可以说这棵树很高大，这座山很高大，可以的。高大也可以形容 tree 树或山 mountain。好，我们来做题目。森林里高大树木有许多的。好，这题很简单，对不对？袖珍清真寺就是那个伊斯兰教穆斯林会去祈祷的地方叫清真寺。如果你有看到很多穆斯林，他们周末的时候会去清真寺祈祷，对不对？回教、伊斯兰教的寺庙，我们叫清真寺。好，森林里有许多高大的树木。对了，森林里有许多高大的树，对，森林里有许多高大的树木，很棒，答对了。好，所以我们讲到这里，大家就知道了高大一般来说可以用来形容人的身材，一般是男性的，也可以用来形容建筑物，也可以用来形容树或山，其他就比较少用，其他的部分比较少用。清真菜那个他们怎么说呀？我忘记那个名字了 ，salad 还是什么？好的，我们往下看广告时间，请帮老师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每个月2美元可以请老师喝咖啡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那现在老师直播的时间是周一、周二跟周四哦。好，在这个昆冕有一座300多年的寺庙，很好的句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学习高度这个词汇。这个词汇非常重要。我们下个星期一还会持续的告诉大家这个词汇怎么用。这个词汇有非常多的意思哦。好，第一个先教大家名词的用法 ，height、altitude。好，altitude。好，高度就是从底部到顶部，底部 bottom，顶部 top，from bottom to top。好，从底部到顶部之间的距离的 distance 距离OK， 距离就是 distance， 从底部到顶部的距离叫做高度。好，我们看例句，飞机正在10000米的高度飞行。好，在哪里飞行呢？飞机在10000米的高度，好高哦，从地面到天上，这个距离有10000米，10000米，飞机正在10000米的高度飞行。好 ，OK。那在台湾我们会说公尺，我们不说米，在台湾会说公尺。
好，飞机正在10000公尺的高度飞行。好，飞机正在10000米的高度飞行，米就是 meter， 对不对？飞机正在10000公尺的高度飞行。好 ，OK， 好，没问题，我们再往下看啊。好，高度 altitude height， 我们比较一下两个词汇，它们的意思其实很相近，但是它们形容的对象不同。身高也是 height， 高度也是 height， 不过身高指的是人的身高，人 human height， 高度就是一般来说就是从底部到顶部的距离，但是身高是用在人的身上，用在人的身上，所以是不要搞错了。你不可以说我的高度是1.6米，不可以哦。人一定要用身高，不可以说高度啊。我的身高是多少？我的身高多少都可以啊。好，海拔是从海平面啊，海拔一般来说是 sea level， 海拔就是从海平面到顶部的距离啊，所以不是从地面算的，不是从地面算啊，是从海平面开始算的，这个叫海拔，这个叫海拔。1.6米，身高，她好，这里因为是人，这位女生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用身高。好，在大陆我们会用1.6米，在台湾我们会用公分，公分就是厘米，就是 centimeter， 在台湾叫公分 centimeter， 在台湾我们都用公分来讲身高，是不一样的哦。所以在大陆会说1.6米、1.8米、1.5米，那在台湾呢会讲150公分、180公分、170公分。像李朝老师的身高是173公分，我在台湾就会这样说。那如果在大陆会讲1.73米、1.73米，所以看你住哪里，说法不一样啊。好，请问答案是什么？他的身高3.6米，哇，那是怪物了，那么高啊，3.6米太高了吧？好，秀珍说我的身高1.5米，很好的句子。他的身高1.6米，他的身高1.6米就可以了啊，不加等。好，那有的人问老师说，老师我可不可以说他的身高是1.6米？可以，他的身高1.6米也可以，他的身高是1.6米也可以，这里可以加是，也可以不加是，没关系。他的身高是1.6米，OK，他的身高1.6米，OK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好，所以我们这里有很多种说法，你也可以说他一他有1.6米那么高也可以，他有1.6米那么高也可以，所以有很多种说法。他有1.6米那么高，他有1.6米那么高，他的身高1.6米，他的身高是1.6米，都可以，没关系。身高跟个子一样吗？不一样，身高是一个比较具体的 human height， 一定会有个数字。个子强调的是高跟矮，并不一定会有一个具体的数字。乔玛，你的身高多少？哦，乔玛，你的身高180公分。哦，乔玛，你的身高1.8米，你的个子很高。当我说身高的时候，我会想到一个 exact number，exact number。个子就只有高或矮两种而已。他的个子很矮，他的个子很小，他的个子很娇小，他的个子很高，他的个子高大，可以。哦，那身高我一定会想到一个数字 exact number。我的个子1.68米，个子就是一个 rough concept，个子很高。我的个子1.68米，你的个子中等，OK。所以你一般来说我们会用身高，我的身高1.68米。那你讲到身高，你一定会想到一个数字，个子不会，个子只有高矮而已。
对，我的身高1.8米，那小马的个子很高，小马的身高1.8米，小马的个子很高。OK，所以是不一样的两个词啊。好，OK，我的身高1.55米。好，富士山有3000多米的高度，没问题，可以这样说。好，听得懂吗，各位同学？所以这里特别讲到高度、身高跟个子的不同。身高用在人的身上，个子只有高矮这样的一个比较概念性的不同而已。身高一定会有一个精确的数字。李查老师的身高是多少？我的身高是1.73米，我的身高是173公分，我的个子不高也不矮，我的个子中等。啊，好，中等。好，乔马的身高1.8米，那乔马的身高很高，你可以说他的个子很高，他的身高很高，可以，身高也可以等于个子，身高很高诶，他的身高很矮耶。好的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个了哦。好，这座塔是什么呢？Tower。好，这座塔500米，高度超过 exceed over more than 的。好，那各位同学，因为我的主语不是人了，是塔，所以我不能用身高，我要用高度。哦，好，OK。对，不高也不矮，就是中等，不高也不矮。好，这座塔的高度超过500米，答对了。这座塔的高度超过500米，有没有人知道这座塔在哪里，在哪个国家呢？好，这座塔的高度超过500米，这座塔的高度超过500米。好，这座塔非常有名，对不对？很多人要求婚，很多男人要求婚，他会带未婚妻来到这座塔下面，跟他的未婚妻求婚，很浪漫的地方。啊，这座塔叫做，对，这座塔在法国，在巴黎，对不对？叫埃菲尔铁塔，对不对？埃菲尔铁塔，好。哎，500公分还是500米吧？不可能500公分吧？啊，500米了，500公分才500公分，不，no no no，一定是500米啊，在法国巴黎，很好。好，OK，那大家有没有去过法国巴黎呢？我还没有机会去过法国。好，好，那么埃菲尔铁塔，哦，是不是天塔哦？是铁塔，埃菲尔铁塔。好，OK，那今天的课就到这儿，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课。下个星期一我们来学习 Part Two，为什么？因为高度还有不同的用法，我们下星期一要再学习高度可以当副词 adverb。我们来下个星期一，我们再来多多的研究这个字应该怎么用呢？好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